家好。现在呢，我从哈密尔顿边上的一个 beach 这边出发，向着 Oakville 一座小城市啊，也同样是海边，应该是湖边啊，一个 park 那边去走一走。现在呢，我从这条叫 Queen 伊丽莎白路啊，上一条快速路。看来啊，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现在是接近早上8点的时候啊，可以看到这边路上啊已经堵车了。前方8公里，靠左行驶，朝 Toronto 方向进入 Queen Elizabeth Way。虽然加拿大来过很多次，但是以前呢只是局限在西岸那边啊，就是温哥华或者大温地区。这个多伦多、大多地区呢，我还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啊，感觉更像美国。从今天早上我开车出来，在这个快速路或者说高速公路上面啊行驶的时候啊，就明显的感觉大家车速非常的快，而且都是急匆匆的这样的一种开车的方式啊。可能这边大家已经习惯于这种快节奏的出行的方式，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倒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事故和擦碰。主要呢还是因为大家比较遵守交通规则，很少有强行变道啊，或者是加塞的这种行为。我今天早上呢是从多伦多过来，现在呢我是往回走的路啊。主要呢就是去看看沿线的一些小城市，以前听说过的或者朋友介绍的，看看到底长什么模样，也就是随意的走走看看而已。顺便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现在开这个车呢是 Toyota 的 Corolla， 这个是我在一家租车公司租的，其实只租了2天而已啊。既然来到了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所以呢租车体验一下驾驶的乐趣啊，我觉得也是一个旅游的选项。昨天呢我去拿车的时候啊，就发现了一些租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在租车公司的这个网站啊，我们租车时候呢付了一个2天的费用之外，其中呢是包含了某一些基本的保险啊等等。当我昨天去拿车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就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兑现。反而的话呢，你如果真的要得到一个还算不错的一个保险的话呢，你必须要做出新的选择。比方说，你碰撞的时候，你救援等等这一方面呢，是另外要买其他的保险才能 cover 到。当然，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还是付了更多的钱去买了保险。结果就发现啊，其实保险费比租车费要贵。
这个当然你想要保险呢，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保险费比租车费还要贵这件事情，确确实实让人家感觉，有可能它是一种生意的模式啊。就很多的这些费用啊，它可能在保险这一块里面呢，和保险公司会不会有一些协议，有些分享？那保险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车啊，我觉得这是必须要买的，因为确实呢会给你减少很多的麻烦。我记得有一回在美国开车，幸好是买了全保，结果在高速公路上面的就碰到了一个异物，是前面这个车上掉下来的一个东西啊，结果躲避不及呢就撞上去。它这个东西虽然不大，但是呢它把这个波箱给损坏了，漏了一地的油啊。经过处理呢，幸好啊还是把它挪到了一个安全地方。结果呢给租车公司打电话，他二话不说就送来了一辆新的车，然后把这个出了故障的车呢拖走，当然也没有掐击任何的费用啊。这个就是买保险有时候给你撞到运气不好的时候出了这些事故啊，那还是买了保险呢你会少很多的麻烦。所以基本上来讲呢，你要租车你就要买保险啊，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呢，有时候你不要看那个租车时候看到那个租车价钱好像不贵啊，甚至有时候就是以一种比较便宜的价钱来吸引你去租车。但是你到了租车的那个地方的话呢，确确实实你会面临的一些保险啊和其他的一些额外服务的时候，你还是有可能要掏腰包，甚至付得更多啊。昨天呢，我开车开了来回啊800多公里，到一个 Sunbury 的一个小城市啊，在多伦多北边，大概开车要4个多小时的一个地方呢，去看望我一个亲戚，一位在这边奋斗的年轻人啊，很不容易，但是呢，应该说感觉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呢还是要出来闯荡一下啊，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跟我以前见他的时候啊，几乎判若两人，就完全是成熟了很多，而且呢对自己的一些需要想得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实际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将来的成就一定是超过我们这一代啊。正因为昨天去了这么一个小城市，就在这个据说才10多万人的一个小城市里面呢，就逛了一圈啊。城市虽然不大，但是呢，也是五脏俱全啊，包括有大学，有联邦的一些机构，当然更多的是当地人的一些生活的，像这种大的超市啊，包括 Costco 啊，包括沃尔玛啊，还有一些。前方2公里，靠左行驶，朝 Toronto 方向，进入 Queen Elizabeth Way。各种的设施，结果我们呢就在一个本地比较知名的一个连锁的西餐厅里面啊吃了饭，也是体验了一把这些西式的服务啊。
就他们这些服务确实做得非常的到位，人性化，什么东西都做到提前。所以呢，你在结账的时候呢，你情不自禁的就希望要加一些小费。我觉得这个本身呢也是尊重当地的一些饮食的文化，同时呢也是感谢这些服务人员啊，他们很真诚的这种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体现吧。走左侧2车道，然后靠左行驶，朝 Toronto 方向进入 Queen Elizabeth Way。像我们到一个异国他乡啊，来走访，最有意思的呢，我觉得还是要体验一下当地的文化和风土人情。如果到了一个外国，还是每天想着吃中餐，满足自己那些说话之间呢，还是不太熟路啊，差一点就错过了一个路口。刚刚说到啊，到了一个其他的国家啊，最重要的就是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吃一些他们的食物啊。暂时呢，还是要放弃一些自己传统的习惯的这些食物。每天都吃中餐呢，其实我觉得你就可能就少掉了一些体验当地文化、当地饮食的机会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要趁着这么一个短暂的出访的机会啊，还是要多融入一些当地这些文化、这些风俗当中。继续前行，进入 Highway 403E。前方15公里，驶出116号出口，进入 Dorville Drive。在北美这边开车呢，会有一些跟我们中国不太一样的地方。首先呢，这边的这种高速路网相对是比较发达的，而且呢，基本上来讲，它都是一些不收费的高速公路啊。虽然这个高速公路也很多，但是呢，你像这个上下班时间还是会有点堵车。第二的话呢，它几乎没有这些探头啊。我说的是那种抓人家违章的探头，
包括测速，基本上大家靠自觉，所以呢，大家都会尽可能的以一个最高的时速在那边行驶，超过个10%到20%的限速呢，这个是常态啊，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你只要随着车流走，完全没问题。但是你如果超速50%，那罚款是很严厉的。昨天我好像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啊，超速这个50%的话，是最起码要罚500呢，还是多少啊？反正还是挺多的。但整体来讲啊，我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听到预报啊，就交通的那个实况里面讲，好像有一个地方，因为呢有这个事故，所以呢就会稍稍的有些迟缓。但是在整个的来回800多公里的这么一个驾驶过程当中呢，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事故。虽然大家车都开得飞快，限速100公里的公路啊，大家都可以开到130到140，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呢，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警察。虽然我的亲戚说，其实是个别地方是有的，警察有时候会躲在某个地方来测速、抓违章啊，但这种事情比较少。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啊，只要你随着车流车速快点也没有关系。还有个特点呢，就是这边人开车虽然非常的快啊，但是呢，互相还是会谦让。不用说在那个城市里面的街道开车啊，只要有行人，那肯定大家都会避让行人。骑单车的人呢，也会优先。即便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只要前方打灯，后面一定会减速。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突然要进来，他可能要在下个路口要出去等等啊，几乎没有人不让的，肯定就是让他进来，宁可自己减缓一下车速啊，变慢一点也没问题。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些开车的一些大家的行为啊，还是比较有公德心啊，比较能够为其他人考虑。所以在这样的前提底下呢，大家才会以更快速度、更高的效率来驾驶。但是如果说有需要他忍让一下，或者是有些人比他更需要，那他也会让别人先走。你想啊，现在右边的车他要进来，那我觉得怎么也要让人家进来才对，是吧？但你如果说每个人都不让他进来，那他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今天呢，我是特地啊，就是起个早，
正好趁着这个今天还有一天的租车这个时间，所以就一个人开着车出来逛逛啊，就是想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汽车文化和开车的一些行为举止，当然也包括熟悉一下这边的一些交通规则啊等等啊。那交通规则呢，基本上大同小异，主要呢还是看你自己开车啊，能不能顺着这个车流，大家呢都以基本上同样的这种行为方式来开车。另外一个呢，也是想看看啊，在不同的这个时段啊，比方说现在上下班的时间，因为这个方向呢，应该是去往多伦多 downtown 这个方向，我相信很多人是赶去上班的，就看看会不会拥堵。当然，我相信这个拥堵啊，就像现在看到的这种比较缓慢，是肯定每天都会有的事了。但是呢，在一个相对缓慢这样的一个行车过程当中，基本上还是比较顺滑的，大家都在往前开，没有因为那些擦碰、抢道等等的造成的一些轻微的事故啊，结果就堵得一塌糊涂。反正到现在为止我是没有看到的，感觉好像还不错。这里呢，我已经看到牌子啊，已经到了 Orchville， 相信也是一个小城市啊。这边呢，很多地方啊，都是以一个小的城市的这种形式啊存在。每个小城市呢，大小不一，
但是都是独立的，有自己的行政管理的部门。相信的这些市长、议会啊、管理团队啊，都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所以呢，会根据这个地方的人的一些意愿啊，发展一些自己可能的经济，同时呢，也会符合当地民众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啊，引进一些什么样的产业等等。所以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这边到米西沙嘎28，到多伦多49公里。你看啊，在北美的高速公路啊，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它这个高速公路呢，其实看上去都非常的简陋啊，中间是没有绿化带的，只有一个水泥的挡板，然后你看边上的那种栅栏啊，可以用破破烂烂来形容。一个呢，可能它建的有点久了，所以很多地方可能有些陈旧，但其实呢，他们是比较务实的。因为如果说你中间有绿化带啊，一个呢，你可能会有很多管理的成本，而这边呢，你要用纳税人的钱呢，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二的话呢，你如果有绿化带，你肯定要打理，你可能要修剪啊，你可能要浇水啊，这些很麻烦，而且会造成交通的拥堵。所以这边呢，这一切都给你去得干干净净。就公路就是还它以本来的功能，它就是行车，保持通畅。但这些路面呢，虽然啊看上去没有像中国的这高速公路那么的细致，但是呢，基本上路况还是相当不错啊，就很少有那些坑坑洼洼的大坑啊，也不会说下一场雨，这边就路面就弄出一些坑来了。但是这边的道路呢也很容易损坏，最大问题呢就是下雪以后啊，这个铲雪车呢对路面的破坏是很大的，所以这边的路面据说也是在不断的修整，有时候也要把它铲坏的地方重新给它铺设一下。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这2天开车感觉这个路面啊都还是比较平整。前方2公里，
驶出116号出口，进入 Dorville Drive。好，我这边呢要下高速。走右侧2车道，然后驶出116号出口，进入 Dorville Drive。驶出出口，然后右转进入 Dorville Drive。在红绿灯路口，走右侧2车道，然后转弯进入 Dorville Drive。右转。前方1.7公里，左转进入 Rebecca Street。保持在中间2车道行驶。前方1公里，左转进入 Rebecca Street。通过这一个红绿灯，然后在下一处左转。在红绿灯路口左转进入 Rebecca Street。
前方1.2公里，右。前方900米，右转进入 Navy Street。感觉呢，通过这一个红绿灯，然后在下一处右转。也是一个恬静的一个市镇啊。就这些城镇基本上都差不多啊，都会有一个他们的中心，右转进入 Navy Street， 一些商业的设施。当然，最多的建筑可能就是教堂，然后呢就是民居。只不过呢，每一个城市啊，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它会有不同的资源。进入 King Street。这边呢已经来到了我要来的，其实我也不知道的一个地方了，就是湖边，这座小城市的一个湖畔。这边呢已经到了这个目的地啊，面对着就是烟波浩渺的安大略湖，太阳呢已经升起来了啊。那在这边呢就结束我今天的这一段行车体验啊，就开了一段大多伦多地区的高速公路上面啊，这种早高峰的算是繁忙啊，但是呢还是比较有秩序的一些场面，总体感觉还是不错啊。像这样的交通应该还是可以接受。好了，那就在这边呢跟大家说声再见，我们下一段行程再会。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拜拜。